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P， 今天来讲一下神小的剧场版吧。上一次呢是介绍了神小票房最高的剧场版《超梦的逆袭》，那么这次，就来介绍一下神小有史以来票房最低的剧场版《波尔凯尼恩与机小的玛基亚娜》吧。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只看起来不会飞，但竟然能飞的神兽在追着一艘飞船跑。这只神兽就是波尔凯尼恩呢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我就叫他小凯吧。所有一个小喽啰就拿着两只可以超轻化的神小贝将小凯打飞了，顺便还给他套了2个圈圈。被打飞到地面的小凯刚好就和我们的主角小智来了个亲密接触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另一只圈圈竟然自动脱离了小凯转到了小智身上，然后小智就和小凯分开了，小凯去哪小智也只能跟着去哪，所以小智就很憋屈的跟着小凯去救玛基亚娜，这里将玛基亚娜称为小哑巴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小凯又被冰冻了。在冰冻的过程中，从王子拉卡莱的口中可以知道，小雅是500年前这个国家最牛逼的科学家发明的，所以他是妥妥的人造神小贝。交代完了小雅的身世后，小凯就冲过了冰冻，和小智来了个神配合，将玛基亚娜给抢了回来。既然已经抢了回来，那自然就要回家了，但小雅却提出要将小智一伙带上。小凯刚开始是非常拒绝的，但因为拒绝不了自己的老婆，还是答应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智一伙遭遇火箭队袭击，他们从大臣贾维斯的手里拿了2个可以超轻化的神小贝来对战，因此小智一度陷入了危险。这个时候，阿祖特王国的公主基维亚特地赶过来帮忙，凭借着超进化后的沙奈朵才打跑了火箭队。于是旅行的队伍又增加了1个人。后来终于回到了家，高原上神小贝却对小智一伙都感到非常害怕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在莎莉娜和皮亚丘的劝说下，高原上的神小贝就逐渐放下了芥蒂，和小智一伙玩了起来。小凯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但嘴上还是说着让小智一伙赶紧离开。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后来反派就追了上来，以高原上的神小贝作为要挟，逼迫小雅做饭。生性善良的小雅便只好跟着他们离开了。贾维斯这个时候就再也不掩饰了，他当着王子拉凯的面将小雅的魂心给取了出来。拉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想阻止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抱着已经变成躯壳的小雅，小凯发誓一定要将她救活。后来根据公主基美雅秘书的报告，我们知道了原来玛基亚娜的魂心拥有着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力量，而贾维斯就想借助这个力量来统治这个国家。好了，既然目的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接下来自然就是大决战了。当小智我赶到那里时，又是一群小喽啰挡住了他们，他们让自己的神小贝全部超进化，这可以说是这部剧场版里面最高潮的部分了。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TV 动画中并没有出现过的超进化。为了赶紧拯救小雅，莎莉娜和西痛龙让小智我先走，这里我们来挡住。接下来剧情的高潮就转向空中要塞的内部，然而贾维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陷阱，在等着小智他们。小智我被抓住后，这个坏人只想着要启动大招来消灭高原上的所有神小贝，然后就是贼神高帅的时候了。他在剧场版里面变身成了完全体，帮助高原上神小贝一起阻止了一发炮击。贾维斯感到一脸懵逼。按照套路，果然这个时候剧就开始反转了。小凯挣脱了束缚，小智将魂心取下。眼看着大事不好，贾维斯只好暂时撤退。最后就是收拾烂摊子了。空中要塞即将在高原坠毁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，小凯冒着生命危险决定摧毁空中要塞。这里其实已经暗示了很多次，波尔凯尼恩可能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，但最后大家都猜得到的，最后肯定没事。果不其然，波尔凯尼恩就受了点伤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玛基亚娜也活了过来。最后的结局就是小凯和小雅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，完美。好了，这就是这部剧场版大致的剧情了。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了解，我再以波尔凯尼恩的视角来简要的概括一下吧。注意，以下有 YY 成分。大家好，我是波尔凯尼恩。我从很久的时候就生活在了这个高原上，直到那一天，玛基亚娜出现在我的生命中。她很特别，她是第一个没有被我的真气吹飞的。在接下来的相处中，我发现她真的很善良，经常帮助高原上的神小贝，而且我和她的性情很合得来。就这样，我和她相处了500年。可是那一天，玛基亚娜突然被一伙人抢走了，想抢我的老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我追了上去，可却被打飞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一个小男孩，在他的助攻下，我抢回了玛基亚娜。然后后来，玛基亚娜又被坏人抢了回去，而且还被夺走了心脏。
于是我又和这个小男孩将马吉亚纳的心脏给抢了回来。没错，故事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剧场版，那就是波尔坎尼恩与马吉亚纳的爱情故事。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，在看这部剧场版的时候，还被强行吃了一波狗粮。哦，马吉亚纳，为了你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哦，滚开，别碰我的马吉亚纳。哦，马吉亚纳，我一定要救你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再来分析一下这部剧场版的票房为什么这么低吧。首先，剧情方面肯定是一个原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前几部神奇宝贝剧场版实在是太水了，直接就降低了人们对这部剧场版的期待。制作方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一点，以后所说的神奇宝贝剧场版都不再跟 TV 同步了，而是主打情怀。票房虽然有所回升，但跟过去依然比不了。而反观隔壁的柯南，剧场版的票房逐年升高。作为神奇宝贝的老粉，我自然是不希望看到神奇宝贝票房低迷的。然而我也深知，要制作出一部优秀的剧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所以我只能在内心里面祈祷下一个优秀的剧场版的到来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期见。